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今天的题目是未来3个月的桃花运势，我们来短短的来抓一下它的趋势跟它的走向，好吗？好，那这是今天的2张牌。好，你等一下近看的时候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来，第一张。好，第2张。好，那就这样哈，选好了，我们不啰嗦，就直接开始喽。好，那我们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未来3个月的桃花运势，我们来短短的看看整个走向哈。来，来，我们先看一下核心的能量哈。核心的能量怎么定义这3个月你的状态？来，一张，先一张。是金币8的话，其实金币8哈，我觉得它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很安心的答案。如何说这个是个很安心的答案？他在讲说，如果你之前为了等待一份新的恋情，然后你有对自己做了很多的提升，对很多的准备。你也相信说，只要自己越来越好，你就会遇到更好的人。这方面你觉得是一个很公平的、很对等的状态。对于爱情，你不是用一种侥幸的，不是一种随机的你觉得你很值得，更好的人或是很好的人来领取你，因为你把你自己准备得很好。如果你是这个概念的话，你接下来3个月你会得到相对应的收获，遇到相对应的人，能看到你优点的人，看到你内在本质的那个人，这就是金币8所带来的你怎么付出，你怎么获得，而且你的努力跟你的自我提升，你的心灵成长，各方面都会得到相对应的能量的回馈。好，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那如果这样，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路径上，有什么能给你哪些很特别的指引，直接来佐证一下这个概念。好，我们先从这里。我们先从，好，没关系，我们先从最近的也是金币能量它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对于未来的爱情要接近的这一条路径来说，你现在是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你可以再去找一个完全没有尝试过的挑战，可能是技能，可能是一个新的领域，是你不熟悉的领域。最近好像有蛮好的机会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这里的出发点不是只是单一的，他有很多的暗示。他可能有在暗示这一件事情会让你接近你下一个要遇到的那一个人，他可能会在完全不同的领域里面有可能会出现。那他有另外一个意思是说，你可能还缺少了某一块，或是你还有一个空间可以再做提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它也在暗示了现在的这个能量蛮适合吸收一些全新的感受、全新的知识。你的人生需要一个全新的体验，这样。我必须说，金币1它可能没有大于火能量或是宝剑能量的那一种好奇心跟驱使性跟那个全新的生命力的能量，但是它有一个很强的稳定性，是告诉你说，你这一次的挑战，你这一次的你会得到一个一辈子都有影响的一个新的改变，一个用之不竭的一种经验能量。就说你这一次的新的挑战，你一辈子都会想起你还好有去挑战过这一次，有去尝试过这一次完全不同世界的感觉。就像你某种运动你从来都没有挑战过，就像攀岩，你可能觉得说你很不灵活各方面的，我为什么要去学攀岩？你从来没有想过去学攀岩，结果你去了，你才发现你擅长，而且你也享受那一个离开地面的感觉。这是我在做的一个比喻啦，所以你可以去试看看。或是你对音乐一窍不通，你甚至不会唱歌，你甚至听不到音符，可是你这次却想要试着去学学看初级的钢琴，你想知道，或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跳舞，你也连身体的韵律都不知道，可是你这次就想要去跳看看一些很基础的
舞蹈课程，或是有一种有氧舞蹈课程。记得这里在提醒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用完成到非常深，你可以只要完成个3到4堂课，1堂课也可以先去体验。但是这边有一个非常强力的把握，对于你的内在有一个强力的把握，就是当你去的时候，你会打开一个全新的大门。你会打开一个全新的大门，那是你自己都没有料想到的那然后这里他在讲说，你会见识到你自己有某一层很封闭的思维，一直把你困住。你没有去尝试的话，你不会发现，其实你被自己捆绑住了。你会发现，你脚上有一个隐形的枷锁，你从来没有拆掉过，而你还误以为那个隐形的枷锁是你生活在这生命社会上生存这个生命历程里面的一份安全感。这边在偷偷在讲这个事情了，所以这里有两相乘是在告诉你说，你去尝试了一个新的境界，你去试看看，难度不要太高，你会发现你身上有很多可以被破解、可以被提升的东西。还有你以前可能有在武装自己、保护自己，你现在发现说，你现在的能力已经超越了这些盔甲，你能够应付外面这个更多的世界，所以去挑战、去尝试。那以爱情的角度来说，现在你所得到的这一个收获，应该有方法、有捷径，让你的能量跟你的魅力更加的提升，提早让你遇到看得见你的人。在这个3个月，你要好好的把握。现在这3个月，我这边看到的是你身上的那个桃花能量，那个吸引的能量，都是来自于那一个人能看到你本质上的能力特色，还有你的生命力、旺盛的生命力，还有你的向往，你的那种个人独自的一种向往，向往着想要追求自己更好的那一面。这个时候，你的魅力就会产生。它跟有别于那一种很向往爱情的那一种力量完全不同。你会有一种独自散发的个人世界的魅力，让人很想加入。是这个魅力会产生。在这3个月会产生强大的力量，去把适合你的人吸引过来。那从非常遥望的一些很深的宇宙的讯息告诉我说，不要犹豫。它这个比较像是一种，因为它是非常正念的，即使它是负面的能量，它也在告诉你说不要犹豫了。犹豫应该是说，在这个历程里，你决定事情面对难题要选择的时候，决定事情的时间缩短一点，把更多的时间拿来去做执行、去体验。有的时候，你可以让身体先去做，再慢慢想，再慢慢体会，再慢慢思索，这样子比较好。就像这张图很可爱啦，它其实在某方面对我来说，它是有点吃太饱。我都会觉得这张牌比较像是说，你不要担心你会吃太饱，你看到美丽的食物，你就先吃了饱，那个很饱很撑，那个之后再说。我会喜欢它这里的这一个概念，所以我都会觉得这张牌给我的正面思维都是不要犹豫太多，让你的行动大于跟快于你的思考。因为很多时候边做边思考，你才会发现原来你可以做到超越你以为的那个程度，而且通常都会，几乎很少会发生你做了，然后证明了你自己做不到，那个都是很后面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你做了才发现说，原来我可以做到这么多。然后你后来惊觉到自己做不到之后，其实是因为你一步一步把自己想要做到的那一个梦想跟等级越提越高。它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差，除非你原本就想说，我要得奥运冠军，可是你什么都不会。当然，这个就是非常难啦。我的意思是说，你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你连自己能做到什么地方，跟你想要做到什么地方，你都很难设限、设目标的时候，你就先去做，先去体验，你就会发现说自己可以一步一步做到哪里。而且这个过程你会发现说，其实我做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满足，而且满意自己。然后后面你想要再增加的，都是你额外想增加的。这里我觉得他这边有一个一贯性，就是他为什么一直在提醒你的自己内在能量的增加？因为这3个月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可以利用这一点绽放你自己个人的魅力，而且你会吸引到对的人。什么叫对的人？懂欣赏你的特点的人。
你不需要讨好，你不需要创造自己的优势或创造自己的特色，或是去复制别人身上的优点来去讨好或是期待喜欢你的人的出现。不用，今天这3个月的目标是，你只要专注于自己喜欢的各种东西，享受自己，你那一个你纯真、最原始、最像你自己的魅力就会展现出来，而那个能看到的人就会出现。那个人在彼岸，这里说的那个人在彼岸，那个人这里偷偷说了那个人的一些秘密。我来说，那个人正在经历一些事情，他在翻转，他也在成长，他要跨越自己，他要翻转现在的自己，所以他会离开现在的很多困境，跟修正自己很多的缺点，他会成为更好的人。然后他会跨越之后，他会希望能够在新的世界遇到他喜欢的人。他也许没有期待，可是他在新的世界会遇到新的你，他用新的自己来遇到新的你。所以他这里整个逻辑下来，就是现在这3个月的时间是你们2个觉醒、提升、养生自己本质最好的时间点。那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其实你们2个在同步的角度来说是对齐的啦，表示你们现在才在差不多的时间表上面。好，只是遇到的事情不一样，也许你的难题没有他那么多，可是现在都是2个人提升彼此最好的时间点。而这里偷偷在说，那个人正在慢慢的往你这边靠近。我觉得他这里已经说了，他已经有所翻转，他已经有所改变，他现在只是正在那一个往你这边的路径上慢慢的走来。好，所以你的内在能量的发光，在这一段时间非常重要。它就很像一个灯塔，或是遥望的一个投射灯往天际照，它会被吸引过去。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就会看到你，他就会知道说是这个人。好，记得这边其实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提醒，就是不要太多期待，你一定要特别专注于自己的提升，你要期待的是你自己。好，因为如果你期待的是被别人看到太多，你对于自己的修正、自己的提升就会太有目的性，而且它会偏掉。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说你不要讨好人，你不要为了自己改变你？因为等到你醒了，你会发现你是很扭曲的，你是很四不像的，你身上有好多东西都是你原本不喜欢的，但是你为了让别人喜欢而去强迫自己附加在自己身上，那这样属于你的魅力就不会养成起来，好吗？好，来，我们来看其他的位置的哈。好，我们再来看看这3个月的爱情的状况哈。好，先看这些哈。其实前面的牌的能量跟顺序，我觉得都已经非常好了哈，而且还找到了方法哈。哦，这边说哈，不用担心，你就照着你现在的节奏去。然后如果有朋友可以跟着你一起去就去，你可以不用自己一起去，你可以找朋友一起去，然后一起来努力看看，专注一下自己。好，把所谓的爱情跟恋情都抛在旁边没有关系。现在你要提升你自己生活的那一个个人独立性的那种生活感觉很重要，生活的品质很重要。这边都出现了2哈，他这边有一个小提醒啦，如果你不知道做什么，你跟着朋友去哈，你很快就会找到方向，或是你问问朋友有没有要陪你去。他这里比较仁慈啦，他有点担心说你很害怕自己去挑战一些新的东西，没关系，你就带着朋友去哈。那朋友会给你非常好的意见，给你很好的方向感。还有一件事，他这边偷偷说，最近你也有一点需要去扩张一下你的人际关系圈哦。好，他这边有在讲说，你培养你自己的人际关系圈扩大，第一这是很重要，第二，你这段时间可以多听听别人的故事，多跟不一样的人聊天。你要从他的肢体语言、跟对方的用语、造句、使用说话的语境、他们的观点，无论喜欢与否都没关系，你就多听别人的故事。你在这段时间的心理成长还蛮不错的，而且你对于未来的方向的开拓性，你会发现原来身边这么多你不在意的人，你觉得不起眼的人，他们身上的故事都能够让你打开很不同的眼界。这段时间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也许你也可能会在这些接触的时候发现你有什么东西你很有兴趣，你从来没有兴趣的东西，从来不想挑战的事，在别人的眼里跟他们的说话方式，你会发现说原来真是一个新世界这么有趣，所以你会找到新的方向要往那边去，也有这个概念啊。但是终归一句，
这段3个月，我们就讲这3个月，其中最大的智慧，让你开窍的智慧，就是你要专注在你自己生活的某种品质跟格调里，你要把它找到。这个有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叫你朋友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形容你这个人，他们会用什么方式形容？那就是你建立起的形象，跟你整个人的一种气质的格调。这段时间建立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这段时间是你要补充培养这个魅力扬升发光的时刻。其实这点也在说啦，也许这3个月这段时间应该不会有立即的爱情出现，但是后面会接续就要出现了。这比较像是一个准备期，已经告诉你了这个比赛就在这个时间，所以你前面这个就是你集训训练的时候，最后冲刺期，把一些你忽略的自己的能量，把它补充起来，把它拿回来放在你身上，让它变强化、更彰显、更美化起来，让你身上的光芒能够更强烈一点。就是这3个月的时间。看一下哈，有一个已经准备好的路径已经打开了哈，就是说，应该是跟新的恋情的相见的有一个路径已经打开了啦。那也是一样，它是一个很稳定的路径哈。你这边有一点觉得说，你有点没办法拒绝这条路径为你打开了那一扇门，那一条路，你已经往那个方向走了，你不知不觉已经往那一个新的恋情上走了。所以他这边定义的是说，这个时间已经定好了，你现在在做过多的追求、过多的期待爱情这一方面是没有用的，所以不如好好利用这一段时间来做那一次见面之前的所有准备。但是这点确实是比较难，就像我刚前面提醒的，你必须要非常忠于自己，完全为自己，你要抛下，你是为了要在下一次恋爱前展现自己，这个非常难。但是我觉得这个训练也会让你未来会有感觉到说，其实你很轻易的就能把自己放在所有事情前面，那不是一个自私或是一个自大，那是你明白自己的价值，需要在所有更好的价值前面，你自己是优先的。那这一点通常都能够展现非常强烈的魅力，而且是你很难理解的。可是，在别人眼里，别人是非常轻易就懂这个人的魅力，这个人的特色，他在专注什么。我们都会非常喜欢专心一致在自己个人世界的人，那个是非常强而有力、有魅力的，而且你会很想要进入那个世界里，而且你会很想要学习，很想理解更多，而且有种百看不厌的感觉，看这个人做任何事都觉得不会腻的感觉。这个就是我们这边在说的，如何很强烈专注于自己的世界里所想要的快感。因为它会绽放出某种幸福跟快乐，更是别人只能羡慕跟无法触碰的。可是它会充满魅力。这段时间学习这个还蛮重要的。然后看一下3、4，这边说了一些小小提醒啦，觉得累就该休息啦，不要勉强自己，也在提醒你这段时间你可能会太勉强自己。我在想他可能在讲的是说，前面已经有一点点敦促，或是提醒你要去做挑战、追逐，就有点像冒险的感觉。可是这边还是提醒你说，可是本质上，它其实这段时间是一种休息的状态，它不是让你拼命的状态。所以你想休息就休息，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是，它需要你放松心情的去看待这件事。我觉得这边在讲的是，其实你能表现最好的时候，是你整个人身心灵都最放松的时候，你才能够超然的表现最真实的自己，而且那个时候是舒服的。如果你有太多的勉强、有委屈、有目的的去挑战、有太多的渴望去学习，那你就没办法到那个很松的姿态。这边它不是在一个直觉的位置告诉你要放松，它是在一个非常严厉的位置告诉你说放松很重要。维持那个松弛感很重要。至少，我觉得至少生活里的1/3要很松弛，排除掉睡觉，那你还有其他的时间，16个小时里面有1/3的时间要保持的很松弛，完全的松弛，然后另外其他时间可能有20%松弛、30%松弛，这样你可以慢慢学习这个感觉。那这松弛感有一些小诀窍，对我来说，我觉得第一，不要为别人做事，你就会觉得蛮松的了。第二，要有自己的时间节奏，不要赶着其他人的时间节奏。
哦，记得这个也很重要，这2个就你会学。第3，要表达情绪，如果你有情绪要表达出来，记得可以先安静的在脑海里乱过一遍就好了，不要有什么心情表达情绪就说出来，打字出来，先不要到这个程度，先在脑海里乱过一遍。好，还是情绪还是很重，给自己30分钟。好，情绪还是很重，给自己1个小时。先这样子乱一个层次，你会找到一个很舒坦、很放松的状态，而且节奏应该会更快就消除掉了。因为你的身心灵如果够强壮，有一个净化能力，它会把这些杂念杂讯、不好的情绪就马上就消化了啦。要相信自己有这样，除非你自己本身太混沌，就会让这些东西太加强。如果一直都这样，表示你需要安静一阵子，懂吗？你内心不够平静，不平静会怎样？第一，会做错很多决定；第二，很多决定都会被情绪带着走。第三，外在的各种恶魔的小声音就会侵入，你会很难分辨哪个是你自己的声音。这些你要保持一下，这段时间你都可以好好训练一下自己。那么还有这段时间还有一个蛮好的契机啦，你会突然发现你人生有新的目标。这边有提到这点，那这里就点到为止，因为希望给你一些期待啦。这边告诉你有很多，今天这题选1号牌的朋友给你很多方向感，对于要迎接新的爱情，他给你很多方向感，那就先不破梗。我只能说后面有好事要发生，但是重点是要起步，那一步要起来。要试着他也没有说你会孤单哦，这边有说你有同伴可以跟你一起所以不用太紧张。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动物灵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讯息了给你一个小建议。之前我们都放天使牌，可是现在这个动物牌有中文的了，那我就直接翻了看它上面写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了来，3号，看一下野兔与橡树。我直接念他翻译本里面所说的我不就先不用我自己的解释看一下 ，sorry， 眼镜不见了。年纪大人老了，老花真的很麻烦，等我一下。然后看一下3野兔与橡树，它讲的是一个新的契机，我念给你听野兔经常象征着生育和爱它们代表了春天的诞生还有富足的季节。有许多的古老文化都将橡树与勇气还有活力联系在一起。那这边这个牌位一个正念的意义在说，你这段时间非常值得庆祝你的好运气，也就代表说你的好运气来，蛮符合我们今天这个三个月的因为我们真在看这个能量，就是这3个月的能量还不错，它很适合你去提升这里自己。这边也说这3个月的能量非常不错那我们一开始有说这里我们一开始就说，你回顾一下，我是不是说，如果你对于你自己的提升、自己的品质提升，你相信你对这个能量的提升会有得到很好的回报，那这3个月你就会得到很好的回报。这张牌也有在说这个，他在说，如果你是一个很擅长照顾别人的，你是一个照顾者，那这些善念的付出，在最近都会得到很好的回馈，即便你不求回报，但它还是会有能量的回来所以好好的享受这3个月，好吗选择1号牌的朋友运气都还不错这3个月可以多顺着自己快乐跟幸福的方向走，往那个比较正念的直觉走，顺着那些走，应该是都没有错了那爱情后面就会随之而来，因为你现在是要把自己更提升到一个更好的境界。那你跟这个人的对齐的路线这边已经有说了，其实偷偷说他已经有在往你这边走来的路径上了，所以别担心那这段时间就不急不徐的好好把自己提升的更好就可以了。好，那就这样选择1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
来，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未来3个月的呃桃花趋势、恋爱趋势哈。我们来抓一下后面将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哈。看看还有对于这3个月有没有什么一些准备的提醒或什么的，我们去看它着重在什么点哈。来，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牌哦，是权杖。国王一般来说，只要出现国王牌，我都会觉得是非常强大的能量出现哈。不论是出现哪一个性质的，我们都要相信，我们都要知道，现在是你能够掌握所有契机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刻。只要国王牌出现，我都会这么说。好，只是看他要趋向于哪里。那他今天趋向于权杖，我就会告诉你说，你应该要快乐的迎接某一种全新的内在的生命力的起来，而且是你能够掌控的。它就会很像是你这一段时间会有一个很强的爆发力，它也有可能会让你想做什么都能够成功，因为它有非常好的能量跟持续性。如果你有敌人，你有挑战，他在对抗你，他在折磨你，不用担心你最后会是胜利的人，因为你的能量是国王的能量，它的持续力在所有能量里面是最强的。好，尤其在这一段时间经历之后，你会得到一个很强的生命力能量。你会发现新的自己嘛，全新的自己嘛，都算也会发现你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经验，对你后面的人生真是用之不竭的一种强烈好的经验，甚至还能够教导别人跟领导别人啦。反正这3个月除了爱情的方向之外，你个人内在能量的提升是更加的重要。那这个内在能量的提升有什么效果？就是让那一个会爱上你的人，会看见你的人，更早看到，或是更清楚的看到他们喜欢的人这么优秀，这么好。好，你的光芒越是绽放出去，你的魅力越是绽放出去，他会在更远的地方就已经发现你，他就会笔直的走过来。所以记得这段时间你有非常好的掌握力哈，不要怕挑战，这段时间你都可以战胜那一切你可能心里的很多的犹豫哦。来看一下这些，直接翻哈。好吧，这样子很快就讲完，然后把这2张盖起来。因为有的时候都翻开的时候，我直接抓到那些重点就组合起来了哈。有时候细节就会略过了。好，先翻这些，来这个先干，讲这个。这边有一个还不错的提醒，我觉得蛮符合这里的。这是不是说你会遇到一些挑战啊，或什么？不要怕，你是最后的胜利者，没错。那其中有很多思维上的困难哦，会很烦躁烦你。但是你要相信，你今天开到了权杖国王，他讲什么，你会迎刃而解的。而且这些烦恼都是想法困难，都是必经过程。那我们通常会陷入，然后无法找到方向，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结果跟方向，跟最后是不是会让自己把自己击败，自己能不能熬过。我们常常会在那一个空间里无法自拔，无法逃脱，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未知未来的方向结果到底是什么。可是今天已经告诉你了，你会战胜，你会迎刃而解，而且速度还很快，你会战胜所有的敌人，你的持续力会最强。跑就像是一个跑马拉松的，他告诉你，我们没有告诉你你们要跑多远，这个比赛是这样子。然后你旁边的人看起来都跑得比你耐力比你好，跑得比你久，可是你不知道你要坚持到什么程度。这整个过程就像宝剑9一样，非常烦恼，非常难受，很难找到解答。可是今天权杖国王先出来，他告诉你是最后的优胜者，你是唯一一个能够跑到最远的那一个马拉松的选手。你到达的终点就是终点，其他人追不到，遥不可及。他现在在定义这件事情啊，所以从那一张宝剑9所在的最正能量、完全无瑕的光明能量那个点，告诉你说，这些烦恼不算什么。那个在你回头看，只是你经验中的一个小小的经验而已。未来你会更加的茁壮。好，那为何在今天这题3个月的桃花里面要讲到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先把定义先设下来，就是这3个月你会有非常好的自我能量提升，你会有一个新的觉醒，或是有一个新的扬升。最简单、最基本，你会有一个等级的上升。那它会怎样？它会影响你将要遇到的人是否会更好，或一定会更好，或是那一个本来就很好的人会提早看到你，因为他不用等着你变好才要遇到你。所以你这3个月的一个提升，你要好好的把握或享受。我比较喜欢说享受啦，你会享受到。那还不错哈，今天都有一些蛮不错的正能量。3，你有
一般来说，这个牌它会比较讲说是自己找到一个方向，然后还实践继续走下去，有明确的目标之外。可是我这边看到的是有一个第三个另外一个人的帮忙，不是第三啦，是另外一个人的帮忙。你会遇到，我觉得这里有发现，你会遇到一个很隐晦的贵人或智者，指引你近期某些思考上困难上的一个突破点。那你要注意一下，你要多听，这里就是要多听。它这边有一个弦外之音，能够帮助你最近。如果你最近没有很困难的事情，那就表示这个是很强的一个升级的马里奥的蘑菇吧？星星。那如果你真的有一些困难思考点的话，那这个贵人的出现会改善你蛮多的。可是这里我觉得的直觉的方向是听，要听到。会说是一定会说，会告诉你是一定会告诉你，但是有没有听到是关键。记得这段时间耳朵要打开。他这个角度也在说，最近不要太相信刚愎自用。你所有的解方突破点都在别人的言语里面，你要听到，而且这一个人会很明确的告诉你，他给你的是更有智慧的角度，你要听到这里会有那关于这一点，我再翻2张来佐证一下好了。我想一下我来从我想一下你看完全符合记得听很重要，这里不要完全以自己的经验跟理解去看待你现在眼前的问题这篇已经好几章都在提醒你，你近期有一些需要思维上的困难、思考上的烦恼，需要突破点。那这边有很多的建议，就是说要听，这边真的是要听，不要假装不知道。然后这边有一个，然后不要太 hot， 不要太热，不要在情绪非常高涨的时候决定很重要的事情。他的情绪高涨讲的是太快乐的时候。他说要跳脱出来，成为另外一个自己，用绝对客观的角度来看看自己将要做的决定，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何会这样提醒？因为近期你想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会有可能是正能量过度充满的情况下做的。那你会说它都是正能量，为什么不能跟着做？因为会美化，会忽略太多的缺陷。所以不要在太嗨、太快乐的时候决定事情，这个等同于很生气的时候决定事情，情绪很差的时候决定事情差不多。那这一段时间，智商的觉醒跟提升比智慧的提升还来得重要。也就是说，要更冷静的分析跟看到你眼前的很多事物，你就会发现里面的蹊跷。那如何是处理，那个是智慧的事。那你怎么发现、怎么分析出来，那个是智商、智力、智能的事。这边有在提醒说，最近是这样。那么，那一个我刚刚说那一个第三个人跑出来的那一个人，他会比你早发现，他会提醒你，他会告诉你，记得要把这些重点听到哦。我觉得他会提醒你2个重点，我们把它这边简化归类，就是第一，耳朵要打开，他应该会去提醒你耳朵要打开。第二，不要这段时间不要太依赖舒服跟快乐的情绪去决定事情，因为那可能有陷阱。好，目前看起来是这样这3个月有没有觉得很特别？今天的题目是这3个月的恋情的趋势，可是却开始讲一些你这段时间处理事情的。我觉得啦，通常以我解牌的经验逻辑到现在，我觉得通常会这样子的是，因为你现在可能你所做的决定会影响你
未来接近爱情的表现啦。所以他会有一些外力来帮忙，必须会说有另外一个人来提醒你这样子，然后你也看到了牌了，也做了提醒了，这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提醒的话，你可能会在未来3个月，你个人的魅力表现、气质、气势、能量是否高、是否低、是否满、是否弱、是否强、是否弱，会在你这段时间你做了什么事有所影响。影响什么？这个人他将要出现在你面前，可是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对你的第一印象跟感觉是什么？是好的，是坏的？也许没什么感觉，也不强，正能量也不强，心理也不强，就立刻错过了，也说不定哦。所以他这一个点的提醒，蛮像在帮你过关的，蛮像在让你在跟将要遇到的这一个新的恋人之前，把你调整到最好的状态来去迎接。哦，所以这里有一些提醒，还是仔细听一下哈。来。我觉得这张愚人牌所讲的时间点是这里之后，可是通常这个位置都是现在就要发生的，所以表示你现在的困难快要解决了，因为你已经要接近下一个新的旅程要开始了。那我不觉得这个是新的困难，而是你现在，如果你现在有一些面对困难的事情，我觉得快要过了，快要结束了，好好体会一下。好好体会一下，好好感受一下，好好的听一下别人在这段事情，或譬如说你最近有些事情，你可能有遇到挫折不顺，或是已经被判定失败了，要重来或什么都没关系。记得这段时间听到别人的意见跟想法蛮重要的，就这样。那接下来是以你最近的一个新的阶段，是有新的旅程、新的挑战要出现，而且是好的，是正能量、比较有展望的，你心里可以放着一些期待。去迎接，我想以这个角度来说，我得到一些小讯息，方向我来翻哈。看来，我觉得那个新的恋人似乎比较要出现在这一个方向里了，只是这个方向还不明朗，他还在整理中。还有一些那个人那边的端点的故事线还在整理中，表示现在你们两个没对齐，它只是方向差不多，比如说东南西北啊，你们两个现在都在往东北方去，可是还没对齐，只是把区块分小了，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哈。那他那边有自己的故事线要整理，他有一些自己生活上的事情要调整，所以现在的角度来说，就算你们很近也看不到彼此，那你现在也还没有进入那一条新的线，就是说你还没有去那一个区块，只是你正要转换过去。也就是说，你这里你自己的事情调整完之后，你会有一种180度的转变，或是反正有一个多角度的转变之后，会离开这一区你现在面对的事情，因为你在这边得到的经验跟成长已经拿到了，然后进入下一个阶段往去这样，然后你会带着一个全新的快乐的心情去。记得这边在说，你应该要拿到一个全新的快乐的。新的展望的心情去，所以记得在这里跟你现在所面对的事情，要以比较乐观进取的态度去面对哦。好，有方法，有人帮助你，所以不用太担心。好，来，你们在最接近的时候，很容易看到彼此啦。哦，我只能这么说，因为其实以牌阵跟一些路径上的连接来说，太阳已经出现3次了。所以你们很难不会，你们不会忽略彼此，不会略过彼此，不会错过彼此，比较难。你们之间有一个很强的正能量连接，但是这边如果是以很强的正能量连接来做端点的话，记得。我一直在讲说，这段选了2号牌的朋友，有可能在这段时间有比较低谷的。记得这个低谷马上就要过去了，不要把那个低谷所带来的那些悲伤、悲哀、灰色、雨天的那一种哀伤的气息带到下一个新的阶段，因为下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挑战、新的方向，你会明确的感觉到有一条沟已经画出来，一条线画出来，你已经不在那一条线的之前了，你已经在之后了。记得。就算强迫也要淡忘之前那些不快乐一阵子，因为后面你必须要带着很强的正能量来迎接他，跟要让他看到你身上的正能量，这一点在你们相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然会变得非常不起眼哦。
很近也会不起眼哦。好，我看一下。你们看到有个东西又跑出来了，这已经是第4个太阳了。所以今天这种你们的相遇一直在强调不要再太欢乐，应该是说，就是说会太快乐，会太幸福。也许是因为这件事情解决完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好像赢了什么，好像终于赢了什么的感觉。反而在这段时间是一个很危险的位置，就是会做错很多时候，选错方向还有很多。然后又说不能太把那些悲伤、过去挫折的感觉带进去，所以这边在讲什么？平衡很重要，不可以哪一个东西都太极端。快乐也不可以太极端，要回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哦。然后这边隐士牌在非常严厉、非常要求个人品质的位置，他跑出来了。他说什么？这段时间要确定一下自己是谁，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样的价值。要在这一个胜利或是得到一个很好的经验之后，要立刻想一下，你能做什么？你做对了什么？你少做了什么？你未来想做什么？你对其他人能做什么？如果我能对这世界付出的话，我能付出什么？如果我在这世界上什么都不是，那我自己还拥有什么？就是这些很多问题，在这个时候可以想清楚。要想，为什么我说可以想清楚？因为这组牌很亮，它能够照亮很多位置，它可以把你内在很多的阴暗面、缺角都照清楚，让你把它看清楚，做调整、做分配。那为什么说不要因为太多正能量的角度去决定事情？是因为会忽略掉阴暗面跟那些小缺点，会太过大而化之而错过。那你就会把这个小细菌、小脏东西养大了，你都不知道。所以这一段时间是最容易看清楚自己内心的。要在极大的胜利跟极大的交接的快乐里面，冷静下来审视一下自己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少做了什么。我是谁？我真的是现在的这个样子吗？我有这么好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已经比我以为的自己在好多少了？你会有很多很好的问题哦。你为什么这样说？它不是胡思乱想，而是现在很多问题都找得到答案。现在这一刻很能够找到答案。要了解这个，因为现在这里有一个理解自己的能量很强、很顽固，能帮上你很多忙。好，这些在这3个月内，你如果能够整理好、提升好，你迎接那个爱情的速度就很快。我一直在偷偷说，那个爱情也要来咯。然后你准备好，你觉得自己够好，或者你真的知道自己准备好了，你会在他出现的时候立刻能迎接，而不会错过。2号牌有蛮多内容是，其实这个人已经慢慢的要离你很近了，可是他没有100%保证你们两个最接近的时候就会抓住彼此，而不是没看到彼此。你们会看到，但不一定会抓住。你们甚至现在都有一个很强的正能量，正在把彼此吸引过来。事件就不说了，只能说，今天这2组牌都在说你的个人准备很重要，可是准备的方针很不一样啦。那如果你常听我的频道牌，你就会知道说，我常常都说，那个爱情它不会天上掉下来的，它都会绝对是给两边都准备好、两边能量都完整契合的人相遇。它不会丢一个让你接不住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不是爱情没有来，是就这样错过了，因为没有接不住，或是没发现要抓住，或是用力抓了一个根本就能量还没有准备好的2个人跟一段关系。很多时候都会这样子。那我相信这种爱情前的自我准备，一定大家都明白，大家也知道自己要够好才能够属于别人。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不需要牌面特别去提醒这件事。那为什么现在要提醒？都是一个逻辑啦，我们都偷偷的、默默的忘记了啦，忘记了自己
还能更好，或是忘记了自己已经长大成长更好了，只是现在在做整理这样。或是我们有点太小看自己了啦，还以为自己一直活在5年前、3年前的自己，其实早就都有变了，只是你还没有把它整理完。它就很像手机要更新嘛，它就已经告诉你说你的手机可以更新到更好的版本，不是手机不好无法进阶，而是你忘了更新，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哈。所以我常说我们忘记了。好，不过今天1号牌、2号牌都有一个不错的讯息，就是你们跟那个要遇见的人，其实有在往同一个方向走去。遇见只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事情，而且2号牌更多的是你们会以非常好的正能量，会在自己正能量非常强大、丰富的那个状态遇到彼此。他这里的未来性已经这么讲了，因为太阳牌真的出了很大，它有一些牌阵上的位置告诉我说，这一份遇见，这一个太阳能量，都是因为有一点类似脱胎换骨，你们已经经历了什么？从丛林里面越过了丛林，找到外面的那一个湖水，有太阳反射的湖水，明亮的湖水，能照亮自己的湖水，都是因为前面有经历了什么，做了一些转变之后，来到相遇，带着完整的正能量来到相遇。这边我们刚刚就说了嘛，他有他自己的故事线要处理，他现在也在处理中，所以在某个角度上，两个是对齐的。你们都在某种蜕变，只是过的难关不太一样。好，然后会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两个人遇见。在你们遇见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觉得是一个完美的对象，一开始，可是后面的经历，后面的什么，那都是你们在深入交往之后才能够诉说的，会慢慢的诉说。你们会有一段时间在刚开始的时候不太想讲一些难过的事情，因为你们好不容易度过了。好，记得哈，这个自己整理这些方式要注意一下。那2号牌跟1号牌有点类似，那1号牌的内容有更正面一点，更乐观一点，你可以去听看看，如果你好奇的话。2号牌的对于你的要求比较严格一点。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动物灵卡哈。那我们翻看，我们就直接看它中文翻译书里面是怎么说的哈。那我再看看我怎么去。45哈，45是羚羊跟小麦哈。有的时候它直接翻译也不错啦哈，因为它会换成中文的语境然后，因为之前全英文的我就会去体会一下那个英文的语境然后，可是翻译下来我发现还是有一些不同，我直接念我们中文的语境好了哈。他说羚羊跟社群群体有关哈，大家会一起成群的行动，好一起寻找食物，也就是说这里在提醒你周遭的人很重要哈，这里。你旁边的人很重要，你要听，大家互相合作，大家互相配合。你滋润他，你帮助他，你援助他，也就是在援助你自己。他这边也在说这个提醒哦，所以符合前面有说的，不要刚愎自用，记得要把耳朵打开，因为你旁边有很多正能量，跟你绝对配合你的好朋友或什么。会看到你有所缺失。如果你耳朵不开，你心的屏幕不会打开，你会看不到事情。这里有说，不要自己一个人面对困难，要去找朋友。好，这边的正能量说其实你内在应该有非常好的充实的能量。你能滋润自己，你的生活也会，你会一直补充自己的生活，你会提升自己，这些都是你很爱做的事情。但是还有一件事，要提升好运，你需要去分享，不要关在你自己的世界。你的朋友需要支持的时候，你就要去支持，因为当你遇到困难，像现在，你身边的人就会来支持你，这是互相的。所以对于2号牌来说，这个羚羊告诉你说，这段时间或是你的人生来说，你跟你的群体，你的这个社群的协调度互相是非常重要的，这边要做提醒哈。如果你今天忘记了，记得不要忘记，旁边还有很多人在默默的不出声，想要帮助你，给他们那个机会。关系是互相的，不要害怕别人的施舍。你只要相信你会回报。其实人跟人的互相不是这样，人跟人的互相是建立在分享，不是建立在获得回报
懂吗？这是有差别的哦。如果你发现有人在跟你建立关系的时候，你发现他非常有意图的想要得到回报，那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人跟人是一直在互相分享，不求回报的状态。回报那都是多得，那就是多拿的。好，我们要建立这样子比较有爱的方式。好，那2号2号牌差不多就这样哈。希望对你有一些现在这3个月的自我调整有帮助。记得虽然这个牌是讲爱情的方向，可是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调整自我的能量的调整很重要，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准备期，他已经告诉你要遇到了，你这里准备的更好，你就会拿出更好的自己给这个人。那决定于第一印象啊，是非常表面的事，但是很重要。好，那就这样，谢谢你来听了哈，祝福你。